在1月份新机发布热潮结束之后啊，2月份各大厂商带来的就是细分领域的特色产品了，比如专业游戏手机。本次呢，红魔带来2款机型，分别是红魔7和红魔7 Pro。具体开箱的部分呢，请大家去大家测频道啊，我们下面开始测试。首先是外观，为你展示的2台呢都是帅气的刀锋透明版，采用中轴线对称设计。红魔7呢是纵向3摄排列，而红魔7 Pro 呢则是3颗摄像头和闪光灯组成的方形矩阵。摄像头外部呢，则是官方命名的红魔装甲，实际呢是刀锋金属散热片，而7 Pro 呢采用了大面积的航空铝金属材质，既能有效提升整机的散热性能，又能提升机身的强度。而在红魔装甲的外部呢，就是刀锋透明版的透明区域了。这次透明区域相比较于前代大幅增加，内部标志性的刀字和全新骁龙8等字符展示出红魔手机系列的主打特色。同时呢 RGB 风扇和内部的其他设计也是清晰可见。那这套设计呢，在目前业界是独树一帜的。边框部分啊，红魔7 Pro 4边都是平直边框，而红魔7呢4个角是圆滑过渡的。机器有风扇的散热孔，所以我要提醒你，日常使用的时候要注意远离不明液体。机身左侧上部呢设有一键进入游戏空间的红色切换按键，通过波动改变模式。除了常规接口之外，顶部还有极为先进的 3.5 毫米耳机接口。对于游戏玩家来说有线耳机低延迟听声音还是很重要的。重量方面，红魔7 Pro 重量239克，比前代呢略重。但是在游戏手机品类里面这个重量不算重了。看到外观对比，大家可能会有点疑问，为什么7 Pro 比红魔7要小一点呢？一般来说 Pro 版本都比标准版更大嘛。那我们来看一下机身正面就会有答案。红魔7 Pro 相较于红魔7减少的体积呢，是因为去掉了前置摄像头的开孔，它使用了屏下摄像头。这也是业界首款屏下摄像头的游戏手机，显然能够带给用户更加沉浸的游戏体验。官方宣传，通过多项技术加持，能够达到兼顾显示效果和自拍效果。那我们视频的后半部分会有自拍的测试。屏幕参数方面 ,6.8 英寸 1080×2400 的分辨率。屏幕呢最高刷新率是120赫兹，支持60、90、120的3档调节，10比特色深，支持 DC 调光。而红魔7呢，则更是支持165赫兹的超高刷新率。红魔7 Pro 的屏占比实测来到 87.8%。屏幕亮度方面，经过实测呢，手动最高亮度472，表现一般了。而强光下激发亮度可以达到674，表现尚可。实际显示效果如何呢？我们找来其他机型做一下对比。测试之前，机器的亮度呢都手动调至300尼特左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实际显示效果。看完了屏幕呢，游戏手机的性能自然是大家最为关注的。本次红魔7 Pro 搭载全新一代的骁龙8，以及 LPDDR5 和 UFS 3.1， 另外就是超大内存组合让人印象深刻。实测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跑分，在常规室温22到25摄氏度下，300尼特亮度，选取6轮中最高跑分。在 Geekbench 5的测试当中呢，单核1252，多核3820。安卓度跑分104万，在我们目前测试过的骁龙8机型当中排在首位。存储速度测试当中，顺序读取1959，顺序写入1381，整体表现不错可以说呢，红魔7 Pro 是存储足够大，速度呢也足够快。随机读取和随机写入呢，分别为302和430，这处于中等水平。在 GFX Bench 测试当中，4项成绩在骁龙8机型当中都排在前列，表现不错。游戏手机顾名思义是作为专业游戏设备存在的，打电话了、发短信了、上网那都是附赠功能，所以我们要看一看玩家空间里和其他的手机有什么不同。不知道你当年打游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身边有人陪你一块玩游戏呢？这次红魔7内置的红魔机就可以全程陪你玩游戏，你还可以把它放到手机桌面上，时时刻刻的和它互动，牵一牵手，碰一碰头，让你没那么孤单了。执行官，你是不是好奇它是什么？执行官，你正在进行一个有风险的举动。好痒！在游戏中，红魔机可以根据你的游戏状态来帮你加油打气，还能根据游戏战况给你提醒当辅助。
提醒一下，还在安全区外哦。另外呢，在充电的时候，红魔机呢会躺下睡觉，而早上呢，它会叫你起床，就好像你的朋友陪在你的身边。醒醒，执行官，你该起床去完成你的任务啦。赖床的孩子会被讨厌的。关注自身健康的同学啊，可能会买智能手表或者手环来检测心率。现在呢，你不需要了，红魔手机也可以。我左手戴着 Apple Watch， 右手呢使用红魔手机来看一看心率检测的情况。在测试之后啊，这个数据还是挺接近的。其实呢，对于游戏玩家来说，测测心率还是挺重要的。我去排位的时候，经常被队友气到吐血。以往我们边冲边玩游戏的时候呢，经常有个痛点就是机器发热严重。本次呢，红魔7带来了充电分离，很好玩。简单的说啊，就是把手机当成了台式机，开启之后呢，插上充电器，不对电池充电，只对手机其他硬件供电，这就避免了电池充电发热。好家伙啊，让你电池老发热，我红魔7绕着走总可以了。不同品牌之间互传文件啊，其实还是挺重要的。目前呢，红魔支持了努比亚互传，已经支持中兴、OPPO、小米、vivo。那你的手机支持互传功能吗？红魔7呢有着很强的投屏能力，甚至呢可以一边投屏一边让手机变成手柄。这样啊，如果要在电视上投屏玩游戏的话，你就不用到处去买手柄了。在你玩游戏的时候，有没有过误触按键的经历呢？目前很多曲面屏手机啊都有防误触的功能，但是呢，游戏手机一般是直屏的，误触呢会发生在横向握持时左右2个下角。红魔7呢针对这种情况加入了3种防误触功能。这以后我要是再坑，找什么理由呢？在游戏空间当中，你还可以开启很多独有的功能。未来呢还会加入很多的插件，比如说侦察模式，就是随时开启3倍镜。即使你手里只有一把小手枪也能开镜，那不爽死了吗？还有其他的狩猎模式啊，让画面颜色发生变化，让 LYB 无处遁形。再来实际玩几把游戏，先看一下最新版的王者荣耀，在极限高帧率、超高画质、抗锯齿打开的情况下运行30分钟，平均帧率120帧，一条直线拉满。测试结束之后啊，正面温度40.2，背面呢38.3，相比较其他骁龙8机型，这个表现是不错的。然后是和平精英 HDR 高清画质，极限帧率，开启抗锯齿阴影，运行30分钟。游戏结束之后呢，平均帧率是60啊，满帧运行也是表现不错。温度正面37.1，背面呢35.4。最后来看老大难游戏《原神》，手动开启高画质60帧，运行30分钟。测试结束之后啊，平均帧率60帧，多少？60帧。啊，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惊讶的表现了啊！后来我们又测了几次啊，基本上都是这个成绩。那这也是我们测试过这么多手机当中第一台可以满帧运行原神的游戏。由此可见呢，红魔7 Pro 在游戏方面下了大功夫。更重要的是温度啊，正面呢是45.6，背面是44.7。综合帧率的表现还有温度的控制，可以说让人相当的惊喜。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考察手机呢在原神游戏内的实际显示分辨率。监测软件显示分辨率是1800×810，总输出像素呢是145万啊，不算特别高。作为游戏手机啊，红魔7 Pro 呢在各个游戏当中啊都是有着相当不错的表现，这显然呢是得益于红魔此次在散热方面做出的努力。超大的均热 VC 面板，还有全新一代的主动散热风扇，风扇的最高转速可以达到2万转每分钟。再加上背部全新的开孔设计啊，多个风道进风角度的变化，带来了更好的散热效果。当然了，和游戏笔记本一样，高速风扇散热的代价就是风扇的噪音。本次呢，红魔7的风扇声音其实已经比前代减小了，但是呢，相对于其他被动散热的手机来说，它的声音还是挺大的。我们来听一下你就知道了。续航部分的红魔7 Pro 搭载了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和行业首款135瓦的有线快充。另外让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红魔7全系列都标配165瓦的氮化镓充电器，还支持 PD、QC 等主流快充协议。这样的话，你出门的话就可以给自己的笔记本、平板的 Switch 啊进行充电了。我们来看一下续航的能力，实测300尼特亮度下，常规的5项测试之后，最终剩余电量呢是 42%， 这在新一代骁龙8机型当中呢排名在最后。看起来啊，即便是有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但是高速离心风扇对于电量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而在充电方面，经过实测，联网开机的情况下，5分钟充进 39%，10分钟呢 72%， 从1充到手机显示100%电量，一共是17分钟。检测最高功率呢可以达到121瓦，这个表现还是非常惊人的。充电速度呢也是目前顶尖的。相机部分呢并不是游戏手机的重点，我们只简单看几组样张，大家呢大致感受一下。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前置的屏下摄像头。必须要说啊，现阶段屏下摄像头的成像质量相对于传统摄像头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于经常自拍的用户来说，很难满足需求。当然，日常刷脸解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可能有一个难点，就是刷脸支付。你猜屏下摄像头可以完成吗？我们直接来实测一下支付宝的刷脸支付吧。好，我们尝试使用屏下摄像头呢进行一下人脸支付。我们扫个码，输入1元，支付一下，注意这儿，人脸支付，人脸检测，支付宝到账。好，那就顺利的完成了。红魔手机自诞生以来就十分的特别，即使呢是在游戏手机品类里啊，它也是与众不同的。经过几年的升级迭代，如今独家内置的高速风扇啊，在大型游戏当中呢，已经可以获得很好的极限体验了。对于硬核游戏玩家来说，红魔7系列能够成为你与众不同的选择，特别是当背部的风扇亮起和响起声音的时候。好，那总体看完，不知道你的印象如何？我个人觉得呢，今年的红魔仍旧是那2个字，就是堆料。不管是配件部分还是机器本体啊，堆料都堆得足够夸张啊。不知道测试下来你印象如何呢？后面我们还会为你带来更多的同类游戏手机的对比，你希望看到哪些测试？欢迎留言。这里是科技美学，我是大爷，咱们下期节目再见。